那位叫做世界的网友，他说前面要讲维护自己的权益，后面又要讲真宽恕，那到底面对强权欺压时是要表达自己的权益，还是要真宽恕呢？他这个问题是两个层次。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我真宽恕了，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完全是没有行为的，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实际不是这样的。真宽恕只是你的针对你内心的。那我觉得就是你行为上的话，还是要遵循上师给的建议，就是要做一个正常人。比如说，有人侵犯你的话，你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捍卫自己的安全呐，或者有人怎么样欺骗了你啊，借钱不还呐，你该起诉还得起诉啊，该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该报警还是得报警，就是不要去因为你的心灵境界比较高，然后你就要表现得很超然啊，很不正常，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对，真宽恕主要是针对心灵层面啊，但是其实恰恰是心灵层面的东西是最难改变的。就是我再补充一点嘛，其实就是，什么是真宽恕啊？什么是怎么说？你的指标，就是说你宽恕的指标是什么？其实就是你是否对于那件事情或者那个人，你真的是不恨了，没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没有任何的恨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比如说，可能是5年前、10年前的一个人一个事，你想起那个人和那个事的时候，你内心是毫无波澜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厌恶仇恨，那么或者是悔恨包括对自己的都是一样的对别人的对他人的这种恨或者攻击都是一样，都属于小我层次的。只要这个东西都没有了，都消失了，就代表着这件事情你是真宽恕了，它是彻底的没有小我层面的东西了。只要还有一点点，那你就要还要去尝试真宽恕这个法门，去操练去操作，直到有一天彻底化解那段人事物给你带来的那个仇恨为止。你们现在再去想之前幼儿园的时候跟哪些班上的小朋友闹矛盾，你还会有怨恨吗？想不起来了，太遥远了。你有呢？幼儿园没有，我之前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小混混，然后跟我有一些矛盾，当时我觉得我对他的恨就是想要把他给杀了。然后呢，初中的时候也会，对，就是恨到极点的那种。我想的是以后长大之后，我当时想的是以后长大之后有能力了，我一定要把他给处决掉。非常残酷吧？很正常，这种想法我感觉经常会有。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这种心态，但现在的话，提起那个人，我连名字有时候都想不起来了，就更别提对他还有什么感情了。哇，那你是怎么样做到那种释怀的呢？就是你长大之后，你就知道小孩子之间的那些事情，其实他没有太多的那种对错观念在里边，他就是非常简单的情绪发泄。就比如说一个小混混，他并不是针对你，他只是想发泄他自己的情绪，他逮着一个人他就一顿输出，然后可能刚好你就在他的那个节骨点上给碰上了，就跟小孩子打架一样，就是你长大之后你不会觉得小孩子打架有必要去用法律或者说是用非常严厉的惩罚去惩罚对方。这其实是一种小时候的一种不懂事吧，或者不成熟才有的想法。对。你一说这个小混混，当我说一句题外话，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哥们儿，他比我大1届，然后他是我估计可能是初中的时候跟什么人打架，然后他被毁容了，就是有一只眼睛眼珠子都没了，然后脸上就是那种烫伤的那种痕迹吧，就是然后
因为我之前已经知道它的存在了嘛，所以有一次就是我相当于在经过一个走廊的那个拐角，不小心跟他打了个照面的时候，然后他就特别的，他先以为那边没人嘛，后来知道有个人来的时候，然后他就特别的那个，他很怕他吓到我了，估计可能是之前他经历了，就是有时候可能同学就是被他吓到了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也不想是他吓到别人，但是我对他微笑了一下，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对他微笑了走过去，想释放那种善意吧。我觉得那他太惨了，就是你说什么人能够做出那种事情来？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样的那种那个，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因果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烂人烂事儿，如果你跟他缠在一起，你自己也会陷进去。就是对于这种事儿这种人，就是能远离的就尽量远离嘛。然后如果他真的侵犯到你，就是逼迫到你了，那你该反击的就反击嘛。就是就像人家说的，就是打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得寸进尺嘛，人都会。如果你没有给他适当的反击，你没有捍卫你的领地，别人只会越来越欺负你，越来越打压你。对，不过我再讲一个相反的例子，我到了印度去，所以说你说印度人他脑回路真的就是不一样。就是当时寝室里面有个同学，他是那种他是藏南的，但他是印度的移民过去的嘛，然后长得就像哆啦 A 梦里面的那个小夫那样子，也比较尖嘴猴腮的嘛，而且他有点自私，所以我就想打他。然后有一次在食堂的时候，真的是跟他闹矛盾，我就直接开始干了，然后我直接一拳打过去，他叫痛，他不还手，然后我又打一拳，他又不还手，然后第三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个恶人了，我就想到了那个基督教里面所说的，说当别人打我的左脸的时候，我要把右脸给他打，然后当别人把我的那个外套给抢走的时候，我要把衬衣也给他抢走。所以后来我就对他说我错了，我错了，我是个恶人，我们以后不打了。我对小夫说。不了解你们之间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就是我觉得就大家就表达说对于恶人的这种欺负啊欺凌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不一定你说你要打回去或者骂回去，但是最起码不能让人感觉你是没有态度的，你是很好欺负的，你是可以任人去宰割的我觉得这一定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至少你应该有一个强硬的态度。我觉得你找家长啊或者找老师啊，你至少把这件事情你得是当回事儿的，而不是选择就忍着或者我自己咽逆来顺受。这个我觉得是不可以，就跟家暴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每一个女性受到家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态度其实是纵容对方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愈演愈烈的一个因素如果说一个女性受到了家暴，那她的态度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特别强硬的特别强烈的，那我觉得她也后续也能一定程度上会减缓这种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锅配一个盖嘛，恶人跟那种软弱的善人他总是互相配合的。对。所以我就是后来回想起来，我想到我跟之前有一个人的那个经历，我是每次他比较猖狂的时候，我都是逆来顺受，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一直都忍过去了，但是又过了几个月，我觉得那个业力重新又回报到我，作用到我身上，我就恨自己怎么当时那么软弱。但他可能他自己该吃吃该喝喝，他都没有意识到那一点，他到现在他都没有意识到，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这个大脑病毒我又就是相当于又在伤害我自己的身体了。然后其实软弱主要就是恐惧在控制人，你会担心有一些代价，有一些成本，你可能觉得你不想去承受，你觉得可能当下我选择忍了，是一个对我来说损失最小的一种一个选择。其实这种恐惧的话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大家不用为了这个东西去自责，或者说觉得去嘲讽自己，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内心都有这一个层面，只是说取决于对手是否足够强大，
足够有压迫性，或者足够让你不敢去迈出那一步。比如说对方可能不是一个小混混，可能是一个真的是高官强权，对吧？一个资本家，那可能所谓的那些很强硬的人也变得很柔软了，很好欺负了。只不过这种差距悬殊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那种压迫感我们生活中可能大家觉得都是普通人，那你打我一拳，我也打你一拳。那对方如果是一个像泰森那种的，那咱可能真的就不敢打了。所以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就是你被别人控制住了，被人 PUA 了，被人欺负了，在人生当中这一定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去运作的。但是说怎么去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做到不要去自责，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你遇到过，我遇到过，我的同学身边任何一个人，你让他去讲述他自己人生的经历，一定有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一个记忆。怎么去处理这里面的恨呢，或者说负面的东西呢？其实也只能去宽恕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个恨如果说一直扎在心里面的话，它才是真正能造成那个永久伤害的，或者说是真实伤害的那根刺，那根针所以说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一个恨意的一根针扎在心里面，无论是谴责他人还是谴责自己，这个对心灵来说永远都是一个毒药，而且它会持续的去作用发酵，甚至它有一天突然的冒出来了，你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它还会继续的去伤害你。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潜意识里面的罪疚嘛，它不是被化解掉了，它只是被藏起来了，压下去了，它一定会再重新出现的。如果说你这一世不解决的话，那不好意思，它会跟到你下一世去，再以另一种方式再出现，再折磨你。对，所以我们刚刚就是讨论到了在身体上的那个宽恕，不对，在心灵上的那一根针，我们怎么样用宽恕，用真宽恕来把它给化解掉，把它给拔出来。好，然后同一位观众叫世界的观众，他又问到了，他说那如果在身体的疼痛，我怎么样能够做到不入戏呢？哇，这个简直这问到要害了。那你身体的时候肯定是要入戏的，这个可能说是小我的最终极的手段了。就像我们之前在讲那个超体那个电影的时候，他讲人的原始性在阻碍着我们进步嘛。因为比如说现在你感受到的疼痛，就是你只能感受到痛，感受不到别的，所以说此时此刻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痛苦上，你就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多余的精力去在提升或者去，对吧？其他的可能性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身体是小我这个幻象的一个终极手段，它可以说是奴役和控制我们所有的这个心灵所有的灵性。所以说身体在痛的时候怎么不入戏，我觉得这个是几乎是做不到的，除非你已经在你不痛之前已经达到耶稣那个境界了，没有小我了，那么身体和小我和这个心灵之间切断了联系，那这个痛觉就传达不到你的心灵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悟道的话，你还是要承受你身体上的疼痛，只能说你稍微清醒的时候再有一点正念，想着其实这个疼痛的体验，这个痛苦的地狱般的体验并不是我灵魂灵性的真相，那这样想一想可能会给心灵稍微宽慰一些，因为这个确实不是真相，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地狱般的一个体验。反正就是在痛苦来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就是冷静吧，就是你可以感知它，但是你不要被它给完全弄得非常混乱了。就是我之前也经历过一次特别痛苦的经历，就是身体上的疼痛了。就是我之前有得过那个肾结石，然后肾结石发作的时候，那个痛非常的夸张，非常的剧烈。然后后面我了解到这个疼痛级别就是可以排在人类这个疼痛的前3了，好像。对，天哪！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我在想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完了的话，我就在想我这辈子还有没有什么没有处理好的事儿，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儿？然后我想了一下，没什么，然后我就一直该去医院的去医院，该看的就看呗。然后后面因为治疗好了嘛，所以也没什么。我觉得就是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你要能控制得了它，就是你不要因为这个痛苦完全就意识混乱了。就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去医院去救治，或者该去做怎样的操作，但是因为你太痛苦了，所以你完全就不知道该咋弄了，然后弄得越弄越糟，甚至把这个情况给变得不可控了。我觉得这就非常可怕了，就像很多人走的时候一样嘛，就是很多人离世的时候，对，其实离世的时候也会经历过一些痛苦，不是每个人都是走得很安详的，就是很多人对，他走的时候也是那种，因为灵魂要脱离身体嘛，也是那种可能还有一些疾病上的原因，他可能也是全身非常疼痛，然后但重点就是你会发现有的人走的时候会非常的有理智，就是他即使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他还可以把他的后事啊，他交代给他后人的一些安排啊，都给弄得清清楚楚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方向吧，就是知道痛苦的存在是好事儿，然后我们要能够清醒的去面对它，就是痛，但是不要让我们的意识也都跟着混乱就好了。还是要保持清醒。对，我也得过那个肾结石那个发作，也确实是简直是痛到没有办法形容啊！就我的感受就是像腹部中枪了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觉得有个子弹在里边，然后真的是那个太可怕了。我现在也是有深深的恐惧吧，对这个事情。如果说再发作的话，我受不了。那你们后来是怎么治好的呀？现在不是有那个超声波碎石嘛，体外就可以碎石啊，碎完石，你排尿就可以排出来了。对，我不知道 Kevin 是不是这样的。对，我当时那个是因为太小了，然后拍 CT 也看不到，然后碎石那个超声波那个 B 超它也查不到，然后就自己蹦蹦蹦跳，然后自己后来就排出来了很小的一个石头。但是我现在身里面还有2-3颗石头，而且也好像是1厘米左右吧，也不小，就是哎呀，然后我就等着吧。别太担心，就是我肾里面也有好多颗，而且我感觉当时从那个 CT 片上看，感觉好像有10多颗那种，大大小小的都有。我觉得你快多喝点水吧。这个东西我现在因为经历过一次了，其实我也不是那么恐惧了，可能没你那么严重吧。就是真的太糟糕，而且是会呕吐的啊。我觉得该来就来吧，来了该咋做呢就咋做吧。对，反正还有医院啊。对，我现在已经佛系了。我记得他之前我妈妈，她也有肾结石，然后就是在我1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她有肾结石，可能她脾气不好，比较喜欢来骂我嘛。然后后来我也是比较叛逆期，12岁叛逆期，然后我就直接一脚去踢她，把她从床上踢下去了。当然我知道我这样很大逆不道，结果后来她就很疼嘛，可能是踢到她那肾那里去了。后来她就到医院去拍片子，然后在医院里面去查，就发现那个石头被我踢碎了。已经排出来了，我已经猜到结局了。你这个有点太神奇了，我操！对，但是我那种，但我也是很恐惧，很懊悔。哎，我怎么能听我妈妈？我怎么那么大逆不道？你神医啊！你应该把这段掐掉。有可能，对。然后所以就是。我还想到有一个，当然也是说一个类似的一个经历，就是当时我们高中的老师嘛，高中班主任，他说他们老家的时候有一些老人，可能也是那边可能是搞一些什么重工业啊，盖了有一些厂，结果就很多人得癌症嘛，有一些老人得癌症，但是因为农村的话呢，
他们收入也不是很高嘛，然后基本上可能他子女花了一些钱去治，然后发现这治不好了，然后最后那就直接在农村找一间那个屋子，让他老人在里面，你自己住着，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好，结果后来那些老人他就首先是那个身体上的病痛，然后再就精神上的啊，怎么被子女抛弃了，然后他临终前的那段时间，他就是各种骂呀，就是爆粗口去骂他的孩子啊，怎么样，然后反正就是骂的特别难听。所以国外他有一种临终关怀嘛，像锤锤姐她之前她就是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而且她学过特级护士。特级护士就是相当于让那个人在临终之前，他有一个体面的那段岁月，能够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对，我觉得临终关怀这个东西还蛮有意义的。对，中国好像还没有。好像也有，就是据说在北京那边。然后对，因为我们一说到临终的话，就会知道这个灵魂是存在的嘛，所以有一位观众就是叫丹丹，他说耶稣肉体是人，灵是神的儿子，因为神就是灵，非基督徒不懂灵魂体的不同，所以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因为这个世界只有耶稣是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死后3天复活，在地上停留40天，给500门徒看，然后再升天。所以我就对他说，我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奇迹，感谢你的分享，我们下一次也会邀请对圣经有深入研究的嘉宾来聊聊耶稣与爱，还有圣父圣子圣灵。后来另外有一位观众叫做 Marlena，他说很期待，忘了把锤锤姐邀请来了。就是大家对基督教圣经的那些内容诠释的一些细节，如果说觉得和我说的和奇迹课程、耶稣传讯的这些东西有出入的话，这个其实没有太多就是辩论的必要吧，因为大家觉得你们相信的那些是对的，这个就可以了啊。然后我就是说我接受的这些是耶稣的信息嘛，然后具体说耶稣到底是谁呀，或者怎么样，教派的那些说法呀，或者圣经的说法，这个我觉得所以说大家如果觉得你们说的那些是真理，是绝对的没有问题的，那我觉得我也认可你们的说法，就是这个是没有必要去太多的讨论辩论的。其实对我觉得其实很多一些信基督教的观众，他们也接受我们所说的这些观念，然后包括他们也接受在基督教以外的一些灵性的书籍，因为有一位观众，他就是我待会儿可能要提到他就是他也提到，他说他是基督徒，然后他也很喜欢我们聊的这些传讯啊，包括其他的这些灵性方面的这些探讨。然后他说耶稣就是去世之后，然后又复活，就去世了3天之后又复活，在地球上停留了40天，给500门徒看到。就这个的话，就是你们是有什么看法？他这个观点是想表达说耶稣和我们不一样，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有特殊的神力，他有特殊性，这就是这个倾向的一个表达。我觉得可以，如果说觉得耶稣有特殊性，那这么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有一些资料会显示说，耶稣的复活实际上是和他的一个类似于孪生兄弟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他们都在一起嘛，那个人叫什么？叫约翰吗？还是叫什么？然后有一个资料说的是，实际上他俩是调换了身份，然后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复活的一个过程。那实际上耶稣并没有施展所谓的神力去让自己从死亡又复活这样一个过程，也有这方面的解释。然后也可以像什么海奥华预言说的那样，又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东西细节，我觉得大家如果你相信那一套理论，那就相信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去说非得让那些不相信的人怎么样，对吧？对，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他是说耶稣他是我们的兄弟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耶稣也是神的孩子，那其实耶稣跟我们是平辈的，然后我们是要以耶稣为榜样，
然后耶稣他是一个好人，对，他是一个耶强势的，稣他自己也是自称他是我们的兄长，是这样的。对对，说耶稣是一个强势的善良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以他为榜样，成为一个强势的好人。对，然后上次你提到了强势的好人，还有没有一些那个扩展？其实所谓的强势也可以理解成无惧嘛，只不过很多生活中强势的人，他是一种操控啊，或者说去压迫或者剥削别人。实际真正无惧的人，他可以是强势的，他也可以是不强势的，他不会一直表现为就是说很无所谓的状态，他也可以有所谓，就像庄子那样的嘛。他有的时候就是比较避世，但有的时候你真的去请教他，或者去找他探讨一些事情，他也会很用他的那种方式，很绝对的方式给你展现他的智慧嘛。因为所谓的就是智慧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过于谦虚的啊。因为尤其是耶稣这个层面，他已经了悟了整个的宇宙人生真相，包括佛陀也是一样。他这个时候的谦虚实际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知道的，我们知道的他都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他也都知道，所以说他无需表现的过于谦虚啊。关于这方面的话，其实告别娑婆都有讲过，耶稣当时已经是那些灵修大师们的老师，那些大师们都叫耶稣叫老师，所以说他的所谓的地位吧，就是非常的高啊。大家之所以这么去尊重他，因为他确实是有很多的过人之处啊，他的理论，他的心灵的境界。所以说他也无需谦虚，谦虚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所谓的伪装嘛，所以说当你达到无惧的时候，你可以是谦虚的，你也可以是不谦虚的，这个都是随你自己的感觉走就可以。对，就像我们看到了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我们需要对他们谦虚吗？直接上来教他就行了。对，你也可以像他一样逗小孩那种的，对吧？这个都是你的一个选择而已。没有对不对，因为耶稣他是知道了真相，了悟了一切，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他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毫不妥协的状态，就是他不会去模棱两可，你说一个不符合真相的理论，他不会去附和你，他会去拆穿你啊，或者去跟你，他可能也不会去跟你辩论，他直接会去讲他所知道的那些真理，是这样的，他不会说啊你说的都对，他不会这样的。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提到了耶稣嘛，然后我就想到了，其实这个世界还是有奇迹会发生的。我想到就是类似的，在那个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它有一段记载，它讲到了就是在可能中亚、西亚的大马士革那边吧，就是有一位那个就是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城市，好，然后新来的那位总督呢，他不信基督教，他希望当地人都改宗信别的那个宗教。好，然后但是当地人他不愿意嘛，然后最后就把他们都给抓起来，然后对他们说，可能抓了有好几百上千人吧，他说你们不是相信神吗？你们相信有奇迹的发生吗？好，那你如果是说前面的那一座山它能够移动，它能够通过你们的那个所谓的神力能够移动，那我就放了你们，不然的话通通给我改宗。就后来就按照马可波罗游记的说法说，所有的人都没有动摇他们的信念，都特别的那个就是虔诚，然后在那里祷告，结果那座山真的动了，最后总督也被感动了，然后把他们都给放了。对，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真的是有奇迹啊，真的是说能够撼山啊，第二种的话是可能是说最后总督他被那些人的虔诚给打动了，山还是没有移动的，但是总督他的心里面他想到啊，那既然他们那个意志那么坚定，那我还是不要勉强了吧。都有可能。对，所以就是我们在另外有一期嘛，那个圣灵的计划啊，那里面就是也有观众，那位观众叫做Nancy 曾，对，那个你看台湾的那个拼写的曾是 TS， 那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发音习惯曾。然后他说在台湾有一位杨定一博士，也可以介绍给大家认识啊。所以类似的呢，就是另外一位观众叫做YSLY， 他说Ken
感谢您与2位来宾对谈的影片，有这样的朋友，有趣又有益。更感谢那位推崇告别娑婆的那位，祝他更上一层，因为他很稳固，就是对智慧层面的理解的程度，不被父亲理解难免，多和家人、身边朋友分享，急不来。例如我以研读，探索30多年了，太傻我没有看过，告别娑婆系列我看了，以我的经验给你们参考，古人说人异于禽兽者几希，点明了新的层面是身为人的学成，如果不知探索学研，恐怕枉为人。在学习的过程，疑惑错误在所难免，多读多学多思辨，用真诚心学，就能锻炼判断力。建议你们不要错过杨定一先生的《奇迹》等系列。对，上次你就是也看了杨定一，就是你们对杨定一博士有什么样的那个心得看法？我了解的还不是特别多，就是简单看了一些，但是应该是大致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什么方向？就是你比如说他的一些早期的一些，比如说比较高峰的体验吧，就是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发生在他身上，然后包括他说他后期的一些体验，就是他一天可能一个想法都没有，然后可以一发呆就发呆好几个小时这种无念的这种状态其实那肯定是一个距离开悟就是很近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太上天书也明确的讲到过，说悟道者的这个他的念头是非常少的，念头少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是你的大脑病毒、你的小我层面的东西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指标，包括就像 Neo 他是一个睡眠时间比较短的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指标。悟道者的这个睡眠时间可能就只有2-3个小时左右就是很多很多的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对，所以就是说有那个睡眠时间比较短然后他当时是通过学习，很努力的去学习那些各种各样灵性的书籍，所以说就那段时间就是睡眠时间比较短，对吧？然后那次的呢，就是有一位观众嘛，就是在我们那一期叫6月7号发布的，就是世界是真实的嘛，剧本早已定好了就是有一位叫做风味的这位观众，他说就是他可能是谈到了，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你反驳我嘛，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努力，为什么我们要时刻保持那种紧绷的专注对，所以他就问嘛，他说努力有很多种那个努力学习灵性课程知识，它本身也是一种努力，完全不努力也不行，所以不存在努力不努力，取决于你想干什么，不具体的努力都是模糊的概述，看要表达什么，看如何理解。好了。其实这个很好解答，因为其实没有努力我并没有或者说没有真正的努力的去学习过什么灵性的知识这个东西是自驱的你很好解释因为你努力的话，其实里面一定是有一种勉强在的所谓的努力是一定是你在克服某一种东西，你的惰性或者你的等等等吧之类的，你在克服一种东西。但是太上天书它强调的这种无需选择没有区别的这种感受，这种感觉呢，是你在很轻松的很容易的做一件事情，这个里面就是没有太多的努力的成分，你只是很自然而然的再去做一件事情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去学习某一样东西，如果真的是你感兴趣的你喜欢的，我觉得这个谈不上是努力吧，只是一种天性使然而已。对，这个 Neo 有什么看法？我觉得 Kevin 的观点我很赞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喜欢的事情确实不需要太努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坚持吧，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你只是3分钟热度的话，你体验不到更深的东西。是的，对，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对，你先说。就是
坚持可能也算是一种努力吧。类似于咱们地下挖金矿一样的，可能挖到500米可能才有黄金，但是你已经挖到499米了，就是你可能觉得已经非常的劳累了，然后觉得有点想退出了，但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宝藏就是需要你付出很多的精力和心血你才能获得，就是当然也看你的兴趣吧，就是你兴趣在的话，可能你坚持的更久一点。对，我觉得很多的正确的方向都是乐此不疲的，就算是你身体上疲倦了，你的精神是倾向于此的，是喜欢这件事儿的，所以说也谈不上是真正的努力吧，只能说就是你觉得你的使命、你的天命就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那就一定是一件对于你个人而言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如果说你做一件事情总是觉得很痛苦、很焦虑、很烦恼，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要好好思量一下，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对，所以就是说要看坚持什么东西。我看到，然后我想补充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就是我前段时间看到美国华盛顿州有一所叫做皮尔斯学院，好像叫皮尔斯学院的那位教授嘛，他分享说他当时年轻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大学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那位女朋友她就是第1年的时候就是考试成绩不是很理想嘛。然后最后他说，那我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每天我至少要学6个小时，就连续不断的去努力的学6个小时，从星期一直从那个星期天一直学到星期3，然后星期4、星期5的时候要去开派对啊什么的，去跟朋友玩一下，那可以。好，结果呢，他那么坚持了1个学期之后，他的那个相当于他的成绩不进反退，基本上好几科基本上是0分。所以后来他就提到，他说因为人的那个就是你生理层面上的那个专注力只能维持大概25-30分钟左右。好，然后那他好像是学了有6个小时，但是可能也真正有效的学习时间也只有前面的半个小时，就相当于后面的5个半小时，他是以那种很低效、很绝望的方式。然后很痛苦的去那么学的，所以要改变这个的方法其实就很简单，你学半个小时之后，你就花5分钟的时间，比如跟室友去玩一下、聊聊天呀，或者是说去泡一杯奶茶。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